32強淘汰賽才打了幾天，這張16強的簽表就已經殺出味兒了。你把它往中間一对折，一半邊上本來擠着6個歐洲豪门，結果開打第一輪，啪叽啪叽就先崩了俩。德國點球輸給巴拉圭，回家了；荷蘭點球輸給摩洛哥，也回家了。俩夺冠級的大塊頭，說沒就沒。可你要以為這半区就此鬆快了，那就想差了。剩下的法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比利时一個比一個硬，接着自个儿人咬自個兒人。光是16強這一輪，西班牙和葡萄牙就直接撞上了。這半邊就是人稱的死亡半區，強隊扎一堆，誰也別想輕鬆，最後只能活一個進決賽。而另外半邊呢，梅西的阿根廷和5星巴西偏偏又分到了一塊，倆南美巨頭今年進不了同一個決賽。今天老馬就把這張16強大表連同還沒批的最後幾場預測往上16進8， 8進4，到底誰碰誰，一格一格給你拆明白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走着先给头回看的朋友对個表。這輪32強淘汰賽一共16场，踢完了13场，滿打滿算就剩最後3場沒開踢，所以16強的對陣基本都定死了。8場裡頭6場對手板上釘釘，剩下2場就看那3場誰贏。一會兒老馬替你壓，至於誰碰誰憑啥定，簡單一句，不是現場抓鬄，是抽籤那天就排死的一張固定表。這套門道老馬專門開過2期講透，想刨根問底的，結尾給你留傳送門。今天咱不繞，直接看這半區最炸的2聲驚雷。頭一個，德國4屆世界杯冠軍的德意志戰車，世界排名第10，碰上排名40開外的巴拉圭，紙面上一邊倒，可90分鐘1-1，誰也沒拿下誰，拖進點球大戰。到了點球這生死一線，德國連着仨人沒罰進，巴拉圭門將成了英雄。就這麼着，4次捧過大力神杯的德國被巴拉圭一腳一腳踢出了局，這是這屆世界杯到現在最大的一個冷門。緊跟着第二個荷蘭對摩洛哥也是1-1，拖到最後關頭。你還記得摩洛哥嗎？上一屆世界杯就是這支非洲隊，一路把好幾個豪門掀翻，殺進了4強。這回他們又來了，補時最後一刻扳平，把荷蘭也拖進點球。門將布努一撲，把成衣軍團送回了家。你看死亡半區這仨字不是老馬嚇唬你，他是真會吃人。開打頭一輪就把德國、荷蘭這倆響當當的名字一塊咬沒了。可最狠的是這半區一點沒鬆，剩下那幾個更難纏。咱先看上半邊這死亡半區，4場對陣，一對一對給你擺。第一隊巴拉圭對法國，剛把德國踢回家的巴拉圭氣勢正盛，可迎面撞上的是這屆奪冠頭號大熱門法國。法國上一場3-0血洗瑞典，姆巴佩一人梅開2度，本屆進球數追平了梅西，並列射手榜頭名，狀態火燙。黑馬的一腔血勇撞上豪門的鋒芒，巴拉圭還能不能續寫神話懸？第二隊加拿大對摩洛哥，這是死亡半區裡唯一一隊沒有傳統豪門的。一邊是東道主加拿大，補時絕殺南非，闖進了隊史頭一回的淘汰賽；另一邊是剛掀翻荷蘭的摩洛哥。倆都是這幾天的主角，誰贏了往上走，這條路一下就順暢多了。第三隊也是本輪分量最重的一場，葡萄牙對西班牙。伊比利亞半島的鄰居德比，火藥味拉滿。葡萄牙這邊41歲的 C 羅上一場親手點球破門，那還是他職業生涯頭一個世界杯淘汰賽進球。老將拉莫斯補時絕殺，把40歲的莫德里奇和克羅地亞淘汰出局。西班牙那邊更嚇人，一場3-0拿下奧地利，全隊保持着34場不敗的恐怖勢頭。一個是遲暮不肯服老的傳奇，一個是當打之年的新王，倆頂級強隊16強就得先死一個。這一場你無論如何別錯過。第四隊東道主美國對比利時，美國主場作戰，氣勢正旺，可攤上個壞消息，上一場鋒線大將巴羅贡吃了紅牌，這場停賽少一員大將。比利時那邊更是死裡逃生，上一場0-2落後，塞內加爾愣是連扳3球，靠加時賽最後時刻一個點球絕殺，那是世界杯歷史上最晚的一個進球。倆隊都帶着點狼狽進16強，這一場誰的底子更厚，見真章。你把上半區一串，法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比利時，外加掀翻荷蘭的摩洛哥，全擠這一邊，這就是死亡半區的分量。哪怕吃掉了德國、荷蘭，他照樣是全表最凶的那半張。落到這兒插一句，你要是頭回看球，覺得老馬這麼一格一格拆籤表對你有用，右下角順手點個訂閱，關注第一次看球。
接下來淘汰賽這十幾天，哪場該看誰碰誰，老馬天天陪你盘。行，接着看下半区，再看下半邊。這半区表面上没上头那麼擠，可藏着今年最大的2條線，巴西和阿根廷都在這邊。頭一隊巴西对挪威，5星巴西上一場驚險的很，一度0-1落後日本，先靠卡塞米羅扳平，再由馬丁內利补时絕杀，才2-1涉险過關。這回碰上的挪威可不好惹，靠着那门重炮哈蘭德，上一場86分鐘絕殺科特迪瓦，時隔28年頭一回杀進16強。巴西的底蘊对哈蘭德的炮火，這場太值得守着看。同在下半區，緊挨着還有一場东道主的好戏，墨西哥对英格蘭。墨西哥上一場2-0贏了厄瓜多爾，結束了整整40年沒贏過淘汰賽的尷尬。順嘴一提，那場厄瓜多爾有人因為捂着嘴頂撞裁判，吃了張紅牌。嘿，這不正是老馬第1期講的2026新規矩嗎？真有人撞槍口上了。英格蘭那邊磕絆多了，上一場先被刚果金打進1球，靠队長凱恩下半場梅開2度，才2-1有驚無險。東道主的氣勢對英格蘭的底蘊，這一場值得守着看。那下半區剩下這2場，得看還沒踢的最後3場誰贏。老馬挨個壓一壓，阿根廷對佛得角沒啥懸念。佛得角是個大西洋上50來萬人的小島國，頭一回踢世界杯，能進32強已是奇蹟。可對面是梅西壓陣的衛冕冠軍，老馬壓阿根廷大概率不費勁。哥倫比亞對加納，哥倫比亞小組頭名，一個球沒丟，連同組的葡萄牙都被他壓在身後。加納還缺着核心，老馬壓哥倫比亞。真正懸的是第3場，澳大利亞對埃及，倆都是小組第2，半斤8兩。埃及最大的指望是薩拉赫，可他帶着傷能不能上的能发揮幾成，全是問號。澳大利亞呢，從沒贏過世界杯淘汰賽，就想着防反偷一個。這場老馬心裡稍稍偏一點埃及，但話留一半，真就是5-5開。你要看冷門，就盯這一場。這麼壓下來，下半區就齊了。阿根廷這條線大概率去碰澳大利亞或者埃及的勝者。另一邊，剛2-0拿下阿爾及利亞的瑞士，等着哥倫比亞或加納。行，8場都擺完了，咱往上抬一層，看看這些贏家接下來怎麼碰。上半區，巴拉圭、法國這條線的贏家去碰加拿大、摩洛哥那條線的贏家，這裡頭藏了個大彩蛋。要是法國和摩洛哥都贏，8強就是法國對摩洛哥，那正好是上一屆世界杯半決賽的原班重演。當年就是法國淘汰了摩洛哥。另一邊，葡萄牙、西班牙的勝者去碰美國、比利時的勝者。死亡半区就是這樣，每往上一層，强强接着撞，半點不給你喘氣兒。下半區更有故事，巴西這條線的贏家，8強很可能就撞上英格蘭。5星巴西對3獅英格蘭，桑巴對歐洲老牌，這要真踢起來，分量拉滿。而梅西這條線8強大概率碰上哥倫比亞。你要看過去年的美洲杯就有印象，2024年美洲杯決賽就是阿根廷對哥倫比亞，梅西那場還傷退了，最後阿根廷加時絕殺奪的冠。這要在世界杯8強重演，那就是一出復仇局，新賬老賬一塊算。再往上就是4強半決賽，這一步把今年簽表最狠的設計徹底擺到台面上。先看上半區這死亡半區，法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比利時、摩洛哥，一大堆硬茬子全擠着半邊，自己人先打自己人，一輪淘汰一半，到頭來只剩一個能進決賽。最扎眼的是，這屆奪冠呼聲最高的2支，法國和西班牙偏偏都在這半區，也就是說，這倆最強的最早半決賽就得先掐一個，根本進不了同一個決賽。誰能從這半邊殺出去，誰就是今年最不好惹的那個決賽對手。再看下半區，戲在巴西和阿根廷上，這倆南美巨頭也分在了同一個半區，啥意思？意味着他倆最早半決賽就得碰面，而且進不了同一個決賽。多少人盼着梅西的阿根廷和5星巴西在決賽會師，今年這簽表直接把這念上給掐了。想見面，半決賽就得見，贏的進決賽，輸的回家。這還沒完，下半區裡還埋着英格蘭。要是英格蘭一路殺上來，半決賽碰上阿根廷，懂球的都知道那意味着什麼。1986年馬拉多納那記上帝之手，加上连过5人的世紀進球，就是把英格蘭淘汰的。40年過去，這筆賬英格蘭球迷記到今天。萬一今年半決賽重逢，那場球的火藥味頂得上半個決賽，那落的一句話：這張表誰的路最好走，誰最難？最好走的是阿根廷。只要今晚這場拿下佛得角，梅西這一塊周圍全是哥倫比亞、瑞士這種有實力但夠不上奪冠級的對手，沒有第2個巨無霸跟他搶路。
衛冕冠軍抽的這麼一條道，只能說運氣是實力的一部分。最難的毫無疑問是死亡半区，法國、西班牙这俩头号热门，想会师決賽，對不起，你倆同半區，半決賽就得死一個。西班牙還沒到那步，16強先得跟葡萄牙拼個你死我活，能從這半邊殺出去的，那才叫真金不怕火煉。所以整張表裡下來，今年的決賽多半是這麼個劇本。死亡半區那邊一路硬仗打下來，傷痕累累爬出來的那個歐洲豪門，對上巴西、阿根廷這半邊最後剩下的那個，一邊是硬仗一場接一場，另一邊巴西、阿根廷倆自己人先掐一场，这两条路難度差着老鼻子了。規則還是那一條，輸一場回家。可這一回，連德國、荷蘭這樣的大塊頭都是輸一場就捲鋪給走人。從這兒往後，每一場都可能有大牌翻車回家，也都可能有黑馬一戰成名。最後留倆問題，評論區咱一塊盤。第一，死亡半區，法國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比利時、摩洛哥，你壓誰能殺出來？第二，巴西和阿根廷只能活一個進決賽，你賭哪個？寫在底下，老馬挨條看。想跟着老馬把這10幾天淘汰賽一場不落地看下來的，點個訂閱，開個小鈴鐺，新視頻一發，你頭一個知道。我是第一次看球的老馬，咱們下一場見。